欢迎回到壁画太多助眠故事。亲爱的朋友们，感谢这几天仍在等待的你，也谢谢有提醒、催更和关心的声音。这几日因调整与筹备新内容暂停了更新，让部分观众久候，深感抱歉。谢谢你们的包容，我会带着这份期待，继续用故事与声音温柔地陪伴大家入睡。今晚我们要穿越回一个连年饥荒、盗贼横行、王朝风雨飘摇的年代，聊聊一个你可能听说过却从没真正搞懂的神秘组织——白莲教。你以为它只是个教派？不，它是清末农村版的社交网络，一场信仰驱动的社会实验，也是一场波及千万人的悲剧。而这一切的起点，竟然是几个看天吃饭的农民和一本地摊秘籍。在放松之前，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坐标和此刻时间，或者你有什么想说的。无论喜悦或疲惫，我都会倾听。今晚你要得到属于你的深度睡眠。故事要从一片荒地开始。元末明初那阵子，中原一带兵荒马乱，百姓流离。结果就有一群信奉弥勒佛的人跑出来说，别怕，未来佛要来接大家去极乐世界了。这套说辞听起来像是安慰剂，但你别小看它，它是白莲教最初的种子。最开始这个教派叫白莲社，主要是打坐诵经，讲因果报应。说到底就是希望人们在世道崩塌时还有点盼头。到了明朝，这帮人变得越来越活跃，因为他们发现只靠念经大家不买账，要是加点神迹呢，搞点灯会啊、仪式感啊、附体讲经啊，那就会很上头。结果明朝政府一看，哎呦，这不是最近江油在搞的那个群众组织吗？必须打掉，立马就定性为异端，打压了好几波，可惜治标不治本，比江油的老百姓难打太多了。因为一个残酷的现实始终存在，只要老百姓的生活太苦，就一定有人需要信仰。我们把时间拉回到清朝，康乾盛世表面光鲜的背后，却是越来越沉重的社保和财政压力。土地兼并，官场腐败，9月1日还要强征社保，赋税层层加码。对于农村家庭，一场天灾就直接能倾家荡产。此时白莲教悄悄卷土重来，但这一次他们玩得更大了。他们不再只是讲来世，而是把旧事摆上了桌面。他们告诉信徒，现世太苦是因为邪恶的朝廷统治，要救大家只有等弥勒佛下凡，推翻旧秩序。你能想象一个干农活的汉子，平时连饭都吃不饱，突然听说自己是天兵，是天命中的选民，要跟着佛祖开创新世界，可想而知那种情绪有多燃啊，直接原地起飞。这时候你就懂了，白莲教为什么能在极短时间内发展出庞大的地下网络，信仰变成了一种武器。但光有理念还不够，它还得落地。白莲教非常善于组织，他们有明确的层级制度，分为坛主、教首和道众，每个信徒都有代号，类似今天的组织编号。他们还创造了自己的秘密语言、手势和传递口令。比如在门上画个莲花，那么这家就是信徒。信仰变成了一张看不见的网，覆盖了村庄、集市、香火、庙宇，而清廷却浑然不觉，或者说他们一直把这事当成迷信，没意识到它能成大患。典型的官僚惯性，看得见的造反才算威胁，看不见的心理暗流就随他去吧。但白莲教的真正爆发力来自于2个关键因素。第一是弥勒信仰被巧妙地包装成末日倒计时，第二是地方豪绅、破落士绅，甚至部分下层官员的沉默纵容。这2者合起来，就是一台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你得知道，在当时的农村，一个读过书有点身份的人加入白莲教，
不会被嘲笑，反而更容易当上教授。他们甚至可以利用宗教网络做自己的小买卖，比如招工、借贷、调解纠纷。一张地下平行社会悄悄搭建完成，而信仰的核心操作永远是希望。白莲教就靠这点希望，慢慢让一个个山村变成宗教据点。到了清乾隆年间，白莲教已经不再是宗教，更像一个群众运动。他一边讲善恶轮回，一边布置终极使命。所有信徒都相信，等弥勒佛转世，会有大明真主率领他们打败清廷，还天下于苍生。这里面有趣的是，大明真主这个设定既是宗教想象，也是政治操作。他们知道百姓认名不认亲，喊复明更容易急人心，所以虚构了一个真主，用符号捏合起信仰和民族情绪。就像你今天在电影里看到救世主，即使名字变了，剧情你也能猜8分。而这套剧本之所以能跑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信众自己太想相信了，他们的生活太压抑，太缺出口了。当一个农夫从未出过远门，从未有过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却有人告诉他，你是有使命的，你是要拯救世界的主力军，那种成就感，谁挡得住？这就是白莲教的高明之处，不是他们洗脑，而是人们主动交出了脑袋。在你以为这只是民间信仰时，事情已经开始失控。据地方文献记载，白莲教在一些地区信众已达数十万。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在讲经的同时，还安排了打斗练习，甚至制造简易火器。许多讲道场其实就是战术会议室，讲的是怎么打仗，怎么联络，怎么抢占粮仓。他们自己发明了类似快闪战法，300-500人聚集、袭击、撤离，用最少代价造成最大混乱。这种手法让后来的绿林军和义和团都忍不住点个赞，江油后面也点了个赞。而他们最早一次真正引起中央关注的动静是来自四川一带。有官员上报说，多个村镇出现集体祈祷，非官方布施，疑似民众武装，但奏折传到北京后被打回，地方宗教风气无碍大局。这段历史反映了一个经典场景，当权者永远在最后才意识到，群众不是在闹，是在革命。而等清廷反应过来，白莲教已经不是个教，而是一只巨兽。这个巨兽藏在土地之下，平民之间，香案之后，液化之中。它不吼叫，不炫耀，只在某一天突然用信仰点燃所有压抑的火药。当那一刻来临时，清廷已经没有机会谈条件了。如果说白莲教是一场信仰革命，那么它的迅速传播绝不只是靠神佛加持，更多是因为生活实在太难了。你现在住的城市可能最多就是房价高点，地铁挤点，可你有没有想过，200多年前的普通老百姓连活下去都是奢望，更别说交社保了。从康熙到乾隆，历史课本上总爱讲这是大清盛世。没错，表面看起来 GDP 爆了表，人口翻倍，文治武功两手抓。可问题来了，一个国家如果光是看起来繁荣，但资源分配极度失衡，那它的稳定只是幻觉。当时土地兼并已经严重到什么地步？我给你讲讲啊，大户人家一买就是好几栋楼啊，是好几百亩地，还把地租高价租给佃农，结果底层农民辛辛苦苦种1年，连交租带交税，几乎颗粒无收。你说说这底层百姓还怎么活？更糟的是天灾。清朝后期极度依赖农业生产，但气候一反常就崩盘，每隔几年就来场旱灾、水灾、蝗灾，国家救济效率极低，有时候连灾情都懒得报。
于是百姓就只能靠自己求生。这也正是白莲教迅速发展的温床。当国家失声，民间的替代声音就出现了。但不要以为只有农民惨，个体工商小户没考上功名的秀才，下岗的虚吏，哪个不是在跑外卖？是哪个不是在挣扎求生存？他们在官方系统里找不到位置，自然转向地下组织求庇护。你现在可能会说，为什么不去当兵考功名？但真相是，名额少到离谱，阶层上升几乎堵死，军饷还经常被克扣。这一切综合起来，就是社会压缩感爆表，向上爬难，原地活难，向下掉，那可不学坏一出溜。于是白莲教来了，他们不看出身，不分职业，只要你肯听、肯信、肯参与，你就是有使命之人。这种心理落差的抚慰效果远远超出宗教范畴，变成了替代制度，而且他们还很擅长营造集体感。你去听他们讲道，旁边是隔壁村的张三，县里的李四，个个低头念经，大家都相信自己在走向光明，那种归属感几乎无敌。这和今天的朋友圈刷屏其实一个道理，不是内容有多神，而是大家都在信，信仰就成了气氛。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点，白莲教对女性的包容性极高。在封建社会，女人基本没有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可在白莲教这里，她们不仅能当女坛主，还能领导讲经、组织活动，甚至在武装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对于很多被压抑一生的女性和那种将由校园施暴的小太妹来说，是莫大的尊严和认同。你能想象一个每天洗衣做饭的农妇，突然被尊称为圣母护法，那种精神上的提振有多大？这也是白莲教吸粉如此凶猛的原因之一，它懂人心。而这一切发生的背景，是清廷在经济和行政上的逐渐失控。你可以把那个时代想象成一个坏掉的杂牌破浴缸，外面还贴着 TOTO 的 logo， 财政捉襟见肘，官员要靠摊派捞钱，基层治理靠乡绅团练维持秩序。但这些人自己也在破产边缘。问题是，一旦信任崩溃，黑 T 恤还要捶老百姓，还要喷给一脸辣椒水，那么老百姓就不再会认为交税就能得到保护，那他们就会去找另一个提供安全感的东西，比如白莲教。白莲教的教义其实并不复杂，他把佛教、道教、民间信仰揉成一锅大杂烩，讲末世说、劫后新生、因果报应，看似玄妙，实则就是一套我们才是好人，朝廷是恶人的二元逻辑。他们尤其擅长讲故事，用讲劫难、讲转世的方式，把苦难合理化，把仇恨神圣化。你不再是苦命人，而是天命之人，只不过现在还没轮到你上场。你可能会好奇，这些人真的相信弥勒佛要下凡？说实话，很多人信，也很多人假装信，但只要大家一起演，这戏就能继续下去。很多时候，信仰的力量并不是源自教义有多真，而是身边每个人都在信，它就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比如某个县的农民，只要看见白衣人进村，立马放下锄头来听讲。那种行为是仪式化的，也是一种心理投靠。这时候，白莲教还不叫起义组织，而是互助社区。他们会组织互济，比如哪个信众家里遭灾了，大家凑钱；哪个人病了，有人出草药；婚丧嫁娶都可以找教内帮忙。这种比官府还贴心的组织力，让人很难不信服。而这类教团的扩散方式也很聪明，他们不是一窝蜂传教，而是圈子模式。一个熟人拉一个，传到你面前时，已经是你信任的人。于是你不觉得这是洗脑，而是老乡好心提醒你。
此时的清政府还在自嗨，以为民间只是宗教迷信泛滥，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准政治动员。更要命的是，他们的治理盲区越来越多，边远地区、山地丘陵、交通不畅的县乡已经几乎不归官府使管。这给白莲教创造了天然的传播通道，尤其是四川、湖北、陕西这些地形复杂、人口分散又易于藏匿的地区，变成了他们的大本营。信仰最怕什么？不是对手强，而是没人听。但白莲教解决了谁听的问题，也解决了听什么和为什么听的问题。他们不要求你马上造反，只要你先入教，定期听讲，做一些组织活动，这一步步让你绑定。最后等哪天喊起义，你已不再是观众，而是台上的人。这就是白莲教的真正可怕之处。它不是一场冲动，它是慢火煨汤，潜移默化地将信仰变成一种习惯性服从。当生活本身就像一张干涸的田地，一点水都会被吸干，那么信仰的那滴水就足以浇出成千上万的教徒花朵。白莲教就是那个在苦难大地上最先洒下水的人。故事真正开始冒烟，是从一封奇怪的密信开始的。这封信表面是谢礼，实则暗藏玄机。寄出人是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布匹商，收信人则是邻县的一位香客，也就是固定去某个庙里烧香拜神的人。信中夹着一张纸条，写着天灯已起，西方现光，3月初5转坛。这句话在局外人眼里像是哪句民间顺口溜，但在白莲教内部却是赤裸裸的动员令。那封信之后不过3天，周边村庄便开始出事，有人夜里聚会，有人传话，还有人突然失踪。一张隐形的网悄然张开，而朝廷完全没有觉察。白莲教的扩散方式早已不是单纯的口口相传，他们有一套极其精密的网络结构，堪比地下谍报。这套体系的核心是化名加传信加口令3件套。信徒入教后不再使用真实姓名，而是统一改为连某、真某、道某等字头，有点像游戏里的 ID 系统。传信靠暗语，不通过信鸽，也不靠人力快马，而是利用庙会、乡道、交易集市中各地流动人员顺带传话，而口令则千变万化，既可能是某幅挂在墙上的画，也可能是一只故意放反的灯笼。整个系统严密得像一台分布式操作系统，如果中间断了一条线，其他部分依旧能照样运转。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接引机制非常会包装。他们不一上来就劝你信教，而是先拉你去听故事，讲劫难、轮回、新主降临。等你产生兴趣了，再通过熟人牵线安排试讲，也就是入门讲道。正式入教之前还要过戒语，一套神秘誓言，内容是不能背叛，不能泄密，不能抗命。念完之后要写下自己的生辰八字、家人姓名，然后烧掉。这种形式感让人有种已经上传的心理，退无可退。一旦正式入教，他们会安排你参加定期集会，地点随机，形式多样，有的在废弃庙宇，有的在地下地窖，甚至有人家中后院挖了密室专用讲道。你去了之后会发现，这些讲道场早已不是简陋聚会点，而是布置得像祭坛的半仪式空间，香烟缭绕，墙上挂着明主圣像莲花浮图，中间还会有人穿着灰布袍讲真经，内容通常是一段佛经和一段寓言，后者才是重点，告诉你天道将变，旧王朝将灭，真主已经降世，命你速归莲教。最关键的是转坛这个概念，白莲教会不定期更换讲道地点，叫转坛，目的是防止暴露。每次转坛前都会发出暗号，常用的是灯花画3种载体，比如在村头的某棵老树上
挂一盏特制纸灯，表示今晚在西岭村或者在集市上出售某种独特香料，表示有大事将至。甚至用带字的木雕面具摆在桥头，告知大家本月27真主显形。所有信徒都在同一系统里，却看不到全貌。这种只知其一的分散结构，让整个教派极度抗打击。你可能会问，这么复杂的体系谁来维护？答案是教内职务系统。白莲教非常重视组织管理，每个地区设坛主，负责管理人事和联系下级，再下设执事、书生、伙头，分别管讲经、传教、后勤，还有专门的报信手、收书手。他们还有一个独门规则，叫串法，意思是所有联系不能跳级。比如一个小信徒永远只能对上联系一个前导人，而不能直接找坛主。这种制度设计在今天看来就是极其典型的细胞式地下组织。某些地区的白莲教甚至设有财政委员会，他们会定期募集银两，名为香火钱，实则用于购买武器、储备粮草、搭建据点。这些银钱的流向往往由一个叫旋算的岗位记录下来，用特制的算盘加密记账法，外人即使查到账本也看不懂。这套玩法是不是有点像古代区块链？每条链都能查到上一笔，但无从解析真实用途。这时候白莲教已不再满足于扩张信众，而是开始圈地自管。他们鼓励信众买地建庙，组织互助组，把教内的人聚居，形成信仰村落。在这些村落里，白莲教代替了清廷管理秩序，处理纠纷、管控治安、分配资源，几乎就是地方自治。久而久之，连非信徒都觉得白莲教的地盘更好混。而清廷基层官府要么懒得管，要么被教众包围，动弹不得。久而久之，就失去了管的能力。最让人脊背发凉的是，他们还发展出流动讲道团。这是由几位高级讲主组成的小分队，带着圣物和一整套剧本，在各地巡回布道，讲的故事基本一致：民主降世、天火洗劫、朝廷败亡、善人得救。他们会现场制造神迹，比如突然点燃不会灭的香火，在水中浮现文字，甚至让人附体说真言。这一套演绎既有宗教性，又极强戏剧张力。你去看一次就很容易上头，一来是视觉冲击，二来是观众席上所有人都在哭在跪，你不入教都不好意思。而这背后的操盘手往往是一些有文化又落魄的士人，他们读过书，写得一手好字，讲起经来引经据典，对政策也有分析力。这群人本来考科举考不上，只能流落江湖，正好成为白莲教的思想输出核心。他们一边包装教义，一边动员民众，说的文质彬彬，却句句带刀。他们是理论部，也是战略部，把白莲教从散点宗教变成结构化组织。而那封密信不过是他们精心安排的一次区块节点唤醒，它唤醒的不只是几个信徒，而是一个区域的行动链。一旦节点激活，整个区域的讲道场开始密集活动，串联信徒，传达指令，准备物资。这就是白莲教最可怕的地方。他们不需要大量号召，他们只需局部启动就能带动整体震荡。所以当你看到历史上某一年某一地白莲教突然暴动，不要以为那是突发事件，它背后早已铺排多年。这不是一场冲动的反抗，这是精心设计的觉醒，而清廷还一无所知。有时候真正让局势失控的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信徒自己信得太狠了。当白莲教的末世预言在一个个讲道场内传播开来，一种近乎狂热的情绪迅速在民间蔓延。他们不再只是盼望，而是认定这世界马上就要完了，而他们
是被选中的人。很多信众开始卖掉土地，毁掉契约，焚烧族谱。有人甚至送走妻儿，只为轻装上路，准备迎接弥勒佛降世。官军还没来，人群已经疯了。你可能想象不出这种集体倒计时的场景有多惊悚。一位曾在白莲教内部待过的线人后来回忆，他亲眼看见一个小村几十口人同时跪在田埂边朝西方叩拜，一边哭一边喊，让莲主带我们走。那一刻谁都不是自己了，每个人都变成了等待得救的零件。这不是普通的宗教行为，这是心智的集体投降。他们相信灾劫已到，相信只要自己够虔诚就能被拯救，于是便开始主动制造应验。有教内高人传言，等劫火降临之日，天空会现血色。于是有信徒便在村头点燃红染的蒿草，让整个山头升起暗红烟雾。还有人偷偷宰鸡，把血泼在门上，说这是神的印记。甚至有人钻进山洞吃素闭关。本来是内部信仰的仪式，却一步步演化成造势的狂潮，甚至带动旁人顺从参与。但最危险的并不是这些自我仪式，而是那些已经将信仰物理化的行动。有信徒开始打造简易兵器，称其为神兵。有人制作莲符，用朱砂在白布上画符贴身，声称可刀枪不入。还有人自制神水，拿河水兑草药饮用，说能增强灵力，保持不死。这类伪科学装神弄鬼在普通人眼中是笑话，但对于一个陷入信仰狂热的人来说，这些正是通往永生的工具。于是白莲教的每一个传说都在现实中被逐步实现，信仰变成了一场全民剧本杀。这种氛围感染力极强，尤其是年轻人最容易着魔。很多10几岁的少年主动要求加入斗法训练，有些家庭甚至全员入教，父母带着儿女一起练护法步，祖孙3代跪在讲坛前学经文。一位传教者曾记录，一家5口，父持剑，母点香，儿诵经，妹画符，婴儿襁褓中哭出莲字。你说这是不是戏剧化？可那时候很多人真就活成了信仰的角色，角色入戏太深，连自己是谁都快忘了。而在某些地区，白莲教的起义预演也悄悄展开。他们组织夜战演习，模拟突袭村官衙门的流程。他们设立应急小组，专管粮草调配和情报传递，甚至对教徒进行火攻训练，让他们掌握如何点燃官府粮仓。所有这些训练在内部称为渡劫试炼。也就是说，哪怕这些行为已经触碰法律底线，教众仍认为这只是走程序。真正的战争是天人之战，人间这点小打小闹不过是提前热身。这时教内的一句口号开始疯传，我不怕死，因我早已不属人世。这句话一出，白莲教的整个世界观彻底闭环了。你不是造反，你是在神意之下重建人间。你不是谋逆，而是渡尽苦海，引众生。哪怕死了，也不过是提前进入极乐莲台。这样一来，所有现实的恐惧、道德的负担、法律的威慑，全都一剑清空。而人类一旦脱离现实逻辑，连死亡都不再是禁忌，那就只剩下一件事：爆发。此时，清廷还处在听说有人传教的阶段，地方官大多轻描淡写的上报，说民间又有妖言惑众，请上级调拨香火钱专治。但他们不知道，这些人早已不满足于妖言，他们已经在造妖兵了。一位西南小吏曾记录某天夜里，村口出现几十人，手持木棒，头顶纸盔，身披符纸，自称圣军，绕村一圈后消失。第二天，村中已空30户人，
皆入山随佛修行。这不是传说，是现实逐渐失控的前奏。而这些人一旦入山，不是去隐居，而是进入山中讲道场。这些讲道场有的藏在密林，有的挖在地下，四周设岗，路径复杂，外人很难进入。他们在里面练体术、背口诀、制药丸、分战组，彻底摆脱日常生活，进入战斗备战模式。而这些战组有个统称，叫行连部，是白莲教内部的预备军。他们并不急于出手，只等圣主一令便一哄而起。而所谓的圣主，其实就是教派秘密推举的一位领袖。在多数区域，这个人并不高调出现，而是由多位高层统一代言，称其隐士修行。这位圣主的身份极为神秘，传说是明朝皇族后裔，体内带佛骨血脉，有神明指路，来日会率众复明除清。是否真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信徒相信了。而就在这种情绪临界点逐渐接近的阶段，一件小事让白莲教内部突然躁动。一个信众在送信途中被捕，随身携带的木雕莲花被官兵误认为是风水玩物，没收后交县衙。职业小吏好奇掰开莲花，结果从中发现3封密函，内容是转坛布点指令，这才让当地知府惊觉，这不是小打小闹，是有组织的布局。于是火速上报，但奏章从地方送到京师，再到处理部门，再下令调查，已经过去2个月。而就在这2个月，数百处讲道场完成同步升坛。升坛是白莲教中非常关键的仪式，意味着该区域已具备起义资格。信徒会换装换称谓，所有教徒统一升为军徒，各职务统一，更名为护法、先锋、统联、天使等武装头衔。而仪式当天会焚香、献生、画符，一般选择深夜举行。各地指令线将全线联动，由火连传令分层级下达，也就是以火点灯、信烟传令的形式发动区域协同。在清廷还在调查的时候，白莲教其实已经进入战争前置状态。他们不急于打响第一枪，而是等所有准备完毕，等一个信号。而这个信号已经从四川某个偏远山村的讲道场悄悄传出，向整个中原缓缓蔓延。那时候天刚亮，村口的老槐树挂起一盏红灯笼，没有人喊口号，也没有人吹哨，但所有人都知道劫火就要来了。如果你看过三国，就会对草根英雄这类人设不陌生。但白莲教起义真正开始动起来的时候，冒头的主角不是刘关张那样的江湖猛人，而是一群你想都想不到的小人物。剃头匠、算命先生、落地秀才、盐贩子、寺庙庙祝，这些平日看起来默默无闻的人，正是在那个被信仰点燃的时代，变成了搅动千万信众的核心人物。这一章的主角之一是王聪儿，她是个女人，而且原本只是一个河南的普通村妇。照理说，在那个时代，一个女性想要在政治、宗教甚至军事领域刷存在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王聪儿偏偏就做到了。她不是靠武力，而是靠语言。她讲的一口莲语，白莲教特有的讲道话术，又带点神神秘秘的腔调，句句都能让人听得心痒痒。她在讲坛上宣称自己是圣母转世，受天命托付，要协助真主重建莲界。更厉害的是，她号召的是女人军团。在她的带动下，一支以妇女为主的白莲教分支组织悄然成型，名字就叫红灯女阵。别笑，他们真上过战场，而且打得凶狠，死战不退。另一个人物叫冯克善，陕西人，原本是个算命的，因为嘴皮子溜，很受村里老太太欢迎。后来被教派吸收之后，
迅速从讲经小徒一路升成西坛主，成为整个西北白莲教区域的组织中枢。他擅长把教义包装成天文预测，用八字风水包裹起义动员，看起来像是帮人看运势，实则在安排兵马、筹备粮草。他最经典的一次操作是把观星聚会变成了屯兵会所，在荒山上用八卦图划定扎营位置，还对外宣称是在布天命地势，吸引更多信徒参与。他手下的星火队后期成为白莲军主力之一，战斗时举的不是刀枪，是写着斗转星移、乾坤一变的旗子，视觉冲击力拉满。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原本都是社会边缘人，他们不是造反派，更像是被社会遗弃的一群。他们没背景、没资源、没前途，但却因为一场宗教运动得到了新人生定位。而白莲教的组织策略也正是看中了这些人，只要你愿意发声，就能成为坛主；只要你能拉来10人，就有护法身份；只要你敢上讲坛讲一次佛法救国，就能被封莲主接班人。这种升职快通道极大地刺激了底层的活跃分子，让他们蜂拥而上。为了动员更广范围的群众，白莲教采取了类似讲经马拉松的模式，讲主带着护卫连续走村串户，有时一天讲3场，讲到口干舌燥也不停。有的地方为了抢听圣音，甚至搭建简易大棚，搬来全村的长凳，像过年一样挤满几百人。而讲主们早就形成了一套讲经套路，先讲苦难人生，再讲天命转世，然后提真主降临，最后一句必带今夜不归者，天命已弃。听完这一句，有人当场就把自家田契烧了，说从今不是王法，只听真主。你说夸张吗？可人在极度绝望时，往往宁愿信一个故事，也不愿面对真实世界的冰冷。白莲教的另一套动员方式是图示化布道，他们制作大量连图与天节卷，画面粗糙却信息量极大，上面画着黑云压城、神佛降世、清廷灭亡。这种视觉冲击加集体共鸣极具煽动性，很多人看完图卷之后当场跪拜，自觉成为联军之人。而这些图卷多数都以模印方式手工复刻，成本低，流通快，很快就成为地区间传播的动员海报。组织动员之外，白莲教在物资准备上也毫不马虎，他们开始鼓励囤粮藏物。每当一个新信徒加入，都会被教导如何制简易火铳、藏匿匕首、布设陷坑，还有专门的粮长统计村中存粮，分类存放，有的埋入地窖，有的藏入水井底部。还有草药组负责采集山药野草，制作圣药，一来作为战时应急，二来作为体能提升的象征物。有些人喝完圣药后头晕目眩，反而更坚定地认为自己通神入体，变得更加狂热。白莲教更聪明的一点是，他们知道不能硬刚清廷，于是大量使用灰色战术，比如安排信徒混入相约保甲系统，从内部获得官府动态，又或伪装为香客商贩，沿驿道传递密信，再或者利用夜市庙会进行低调召集。他们常用一句话：不动声色即是胜战。这种潜伏式战术让他们能在看似平静的乡野中部署大量起义准备，而不引起官府警觉。而这背后的指挥系统，正是那些剃头匠、术士、落地生们组成的地方指挥网。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下达指令，使用饭碗传令法，即将信息刻在饭碗底部传递，香灰指引术，用香灰粉在树皮上书写隐藏字等一系列奇技淫巧，建立起一套极具地方性智慧的草根战术链条。而整个白莲教真正的结构是一种上下错位、左右穿插的组织架构。
最上层传出圣主法令，下层通过坛主翻译向信众解释，中层干部负责行为管理及动员、聚集、演练，外围信众则构成群体行动力，在起义时一呼百应。这种层层分工、互不干扰的结构，既保证了教义传播的纯粹性，也保障了行动的安全性。就像一座隐形军团，看似松散，实则精密如钟。白莲教的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某个英雄带头的英雄起义，而是一群草根，在苦难中找到尊严，用信仰重新书写身份的集体自救。而当这些自救者开始磨刀囤粮、誓师生坛，他们就已不再是信徒，而是兵，只等那一声起火的命令，燎原就在眼前。每一场风暴来临前，总有一种奇妙的寂静。白莲教的起义表面看是一夜之间燃起的战火，实际上是10年潜伏、1年策划、3月调动、7日生坛、3日集合，然后在某个清晨突然爆发。这一章我们就站在那爆发前的最后1分钟，以慢镜头还原那场大规模动员的真实过程。起义之所以能迅速爆发，并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已经训练成兵，而是白莲教早已将群众习惯变成了行动流程。信徒们在教内早已习惯定期集会、听令排练、轮值互谈，这些日常宗教活动其实就是军事训练的壳。比如讲道结束之后会有互谈练习，实则是模拟突围演练。节庆活动上的连灯仪式，其实是在测试夜战集合能力。每次送神仪式都包含武器分发与密令发放。也就是说，白莲教把起义这件事拆成了生活碎片，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如何战斗。而进入临战倒计时第一件事，不是点兵，而是封村。封村是指控制村庄进出口，断绝外来消息，通常由村内的信徒集体请神，名义上是闭结仪式，实则是布岗设卡排查外人。这时候整个村庄陷入一种静默状态，看似平静，实则每一条路口都有人盯守，每一个陌生面孔都会被记录并劝离。而村中大户人家往往被请出，由联兵接管房屋，作为临时指挥中心。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动员当天无人阻扰，无意外消息外泄。紧接着是图示布令，每个升坛后的据点都会绘制动员图，分区标记粮仓、兵械点、集结地、逃脱路线。这种图纸并不写字，而是用莲花符号与方向标示，只有教内信徒才读得懂。每个信徒收到图纸后，需焚烧原件，并以口令记忆路径。为了确保记忆效果，部分先锋小队还专门进行图纸默写训练，用石灰画地重现图形，直到熟记为止。这种非文字符号命令让整个调动体系在隐蔽性和执行力上都远超蜻蜓想象。而最重要的是同步演示，各地在动员前的最后一晚会举行集体讲坛联动，这不是单纯讲经，而是一种信仰同步仪式。所有参与起义的区域都会在相同时间点点燃莲灯，敲击法鼓，并念诵莲主之令诸方共起的起义宣言。这种精神集中在教众中造成极大震撼，他们会在深夜点燃纸符，围绕圣像高声念诵。部分区域还举行破业仪式，集体焚烧旧衣，毁户口册、剪发、剃须，以此表示今夜之后不再为亲人。这类极端的仪式感，既是心理撕裂，也是身份重构。与此同时，先锋联络也在悄悄推进。白莲教将起义分为3个层次：核心动员区、响应周边区、遥应传播区。核心区直接参与战斗，周边区负责策应与支援，遥应区则负责制造舆论，迷惑官府，
俗称扰心之兵。每个区都有专属负责人，总联使与副坛主会手持代号印章，逐村巡查确认状态。这些印章是白铜打造，上刻莲花与乾坤在握四字，用以盖在军服上，确立指令身份，防止冒名。还有一个极其隐蔽的调动方式是符阵引路，部分山村使用纸符制作火阵，在夜里点燃后形成特定烟雾路径，引导各支队伍集合。你听起来像玩玄术，但在缺乏通信手段的年代，这种视觉定位竟成了最有效的指挥法。有一次，一支西南的联兵在夜间行军至岔口时迷路，结果在前方山头看见红莲三花阵型，即三盏红灯高低错位排列，于是立刻明白是主队已在北坡，迅速集合成功。这种人眼 GPS 虽原始却异常精准。白莲教还发动动员前夜的最后安民，他们深知起义带来的恐慌可能会瓦解内部秩序，因此特设振兴团，在起义前夜分头走访村民，安抚情绪，分发圣符护身与圣战相包，告诉大家只要跟随真主，不会受难。这种心理疏导极为重要，它让信众在极端情绪下依然保持忠诚，并有足够信心迎战未知。部分村庄甚至安排讲坛、祈福夜，全村聚集听经至天明，直到第一声鼓响。而就在这些看似繁杂的仪式调度与隐秘行动之间，白莲教成功做了一件大清从未设想过的事。他们在几十个县、几百个村落动员起成千上万人，在几天内集体转换身份，从农夫变军人，从信徒变战士，从百姓变革命者。而且过程没有政变，没有战争号角，只有一盏盏莲灯，一句句誓言，一个个传说，就完成了这场身份的翻篇。而真正的起点是一次点灯试响，它发生在四川的某个山村。当天深夜，村头亮起一盏纸灯，灯内燃烧着一张圣令，几位联兵迅速集结，在短短半小时内完成村头整队、仓口取粮、押送下山。这一举动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甚至村民还自动让出道路，并主动送水送粮。他们以为这是神兵出行，哪里知道这不过是一支农民武装的开场动作。而这支队伍下山后，用火联传符联系了东侧2个村庄，3个据点连夜启动。第2日晨曦出现时，整个区域已经有上千人集结，7个粮仓被控，4座官屋陷落，而当地衙门竟直到下午才收到疑似乱民起事的消息。更讽刺的是，官府第一反应是可否劝善化解，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已是战争状态。就这样，一场从信仰中酝酿的暴动正式起步，不靠号令，不靠鼓角，不靠王令，而是靠那种藏在人心最深处的情绪，不甘、不幸、不得已，然后一点点被信仰点燃，直到变成不容回头的烈火。那一天，很多村庄清晨醒来时，发现田里没了人，牛棚空了，米缸翻了，所有能战斗的人都已在山路上前行。没有命令，只有心照不宣的决心。这就是白莲教的暴风前夜，一夜无声，万声沉潜，只等一线火起，天极变色。暴风终究是要来的。乾隆58年，一支从山村里走出的白莲教军队突袭了四川广元附近的驿站。这支看起来穿着破旧、兵器杂乱的队伍，在短短几个时辰内击溃了地方守军，占领了城头，放出一句响亮口号：圣主已现，朝廷将亡。这一刻，地方官府慌了，信众疯了，而清廷还没反应过来。这一战史称川北首义，是白莲教起义
正式爆发的第一枪。它打破了清政府长期以来对明教温和的认知，也推翻了地方对底层永远驯服的幻想。起义军并没有采取大规模集中作战，而是采用快打快撤、分点突袭的模式。他们先围后打，斩断驿道，打掉传令所，瘫痪官府通讯，再迅速抢夺武库粮仓，转身引入山林。一次次的小规模胜利，在短短几周内蔓延至陕西、湖北交界的10几个县。每一个消息传到各地，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引发了新一轮起义潮。而起义军的结构远比官府想象的复杂，他们不是乌合之众，而是分队作战。每支小队都有明确分工，突击队、粮运队、斥候组、神语宣讲团，甚至还有信仰调度组，负责在攻城前进行心理动员，让信众坚定心念。更夸张的是，他们的军规极具仪式感。每次出征前，所有人围圈诵念连主战令，内容大致是：不贪、不退、不辱、不乱，凡持圣明者，皆为无敌。这类军令虽没有法律效力，但在信徒心中却比朝廷律法还要神圣。初期几场战役中，白莲教军几乎打出神兵天降的效果，地方守军根本没有准备，更不了解这些人为何而战。一位被俘的清军少长回忆，他们不喊杀，只喊归连，不抢钱粮，只取圣服，不强人入教，却说你本属我们。这种精神压迫感远胜于刀枪。他们的军队里有人头缠红布，有人身穿布袍，有人赤脚而行，却个个目光坚定，好像背后真有神佛撑腰。当然，他们的兵器五花八门，既有自制火铳、竹刀、石镖，也有从缴获的官军中拿来的真兵器。但最让人胆寒的不是武器，而是他们毫不犹豫的冲锋方式。有一次攻打小县城时，先锋队明知对方有火枪阵，却照样迎面冲刺，嘴里还高喊死计升天。结果清军当场崩溃，士兵丢下枪械四散而逃，因为没人愿意对付一群信仰型敌人，那不是打仗，是跟天命作对。更绝的是，白莲军打完仗不洗节，而是组织讲道大会，当众宣讲结束已至，归顺可免，并分发莲花符、圣水包，还现场替百姓祈福。他们在百姓面前不像军队，像是来普渡的神使。于是许多普通人开始转变观念，不再认为这是一场反叛，而是救世。这让他们在进攻过程中几乎一路畅通，甚至有些村庄自发公粮供兵，还有地方官吏私下保持中立，甚至派出子弟偷偷加入教中。清廷的反应一开始是信不过消息，当首波奏折送到北京时，宫廷中甚至有大臣认为不过是地方交乱，并建议派遣地方知府予以劝化。乾隆此时已80旬，身体状况不佳，耳重目短，听完奏报只摆手说无妨，交诸侯处理。直到多地官署连续失陷，数十处驿站被断，税银被劫，边军失联，整个西南突然进入黑区，清廷才意识到这不是教乱，是动乱。为此，清廷火速调动川陕总督福康安领兵围剿，并派副将入川主持剿抚事务。但问题是，这些正规军常年驻防边境，对山地战几乎毫无经验，而且根本不了解白莲教的作战模式。第一次对战中，清军按照传统布阵，一字长蛇列队于山道，而白莲军则从山林中侧袭，用钉耙加火瓶破开侧翼。短短1刻钟，清军主力后退20里。白莲军在战术上有极强适应能力，他们擅长地形战，喜欢夜战突袭、声东击西，而且极善伪装前行。他们有一种草衣，能将整个人伪装成干草堆，在田野中潜伏数时不动，
还有一种震鼓术，在深夜集体击鼓，扰乱敌军士气。而且他们充分利用地方百姓设民府点与公粮点，使军队能像游鱼般穿行于乡村之间。你看不到他们从哪来，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只知道一个县还未收复，另一个县又失守了。而在清廷尚未形成有效围剿体系前，白莲教迅速扩展起义区域。他们将川北三县广元、巴中、剑阁作为纵深主轴，又以陕南二角、汉中、宁强为后援区，同时以荆襄边地作为潜伏扩散区域，逐渐形成一个连字形起义带。而每一个据点都有稳定的补给体系、集训点与指令线。这不是草台班子，这是半军事化组织。最让清廷头疼的是白莲军的再生力，每打下一批，下一批又冒头。他们用以村带兵的方式，将信众按户编入户村镇，既是自保机制，也是兵源储备。每个户村镇都设讲令主，负责教化和训练。一旦上层发出起兵令，这些人就可瞬间集结。这种永不消失的动员力，让清军始终无法斩草除根。而白莲教的信仰攻势也没停，他们在攻城过程中常常放出连书，宣称天子已无道，圣主即降世。有些地方甚至直接张贴改元榜，将某年某月定为开市元年。更极端的是，有地区举办圣朝改礼典，集体更换服饰，改换年号，甚至封立地方连王圣母、辅政大臣。建立类政权机构虽是象征，但已足够挑衅。初期的连胜让白莲军声势极盛，一时间连主显迹、神兵盖地的传言遍地皆是。很多原本半信半疑的民众此时纷纷加入，一些原属盗匪的山寨也改其意志，挂上圣旗，主动归顺。就连部分绿林好汉也开始打着圣军名号劫道，真假难辨，局势彻底混乱。这就是白莲教起义的初期盛况，不是一场简简单单的民变，而是信仰加组织加战术加地利共同酿造的热浪，在清政府还在犹豫之间，烧遍了整个西南与中部边缘。他们靠着信念而起，靠着行动推进，靠着普通百姓的信仰力量，一步步将传说中的神兵变成了现实中让官府发抖的敌人。但胜利越快，背后的代价也越重，清廷不会坐视不理，而真正的反扑也即将拉开。如果说白莲军的起义初期是一部神迹大片，那么很快你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天兵天将其实也是凡人。他们吃五谷杂粮会发烧、流鼻血，也会恐惧、后悔、疲惫。而这正是白莲教最独特也最脆弱的地方。他用神话筑起战役，但打仗不是喊口号，打仗是要扛得住寒冷、饥饿、箭雨和人性动摇的。我们就来聊聊那些被称为圣军的人到底是谁，他们靠什么战斗，又是怎么在真实世界里一点点耗尽神性的。先说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武器。白莲军起义之初确实装备极差，靠的主要是竹枪、火把、自制土铳和铁锹改造的刀。很多士兵打仗时穿的是缝补到发白的短衫，有人甚至连鞋都没有，但他们的优势是不怕死。初期胜利很大一部分靠的是信仰冲锋，他们相信圣水护体，圣符挡枪，甚至有人把朱砂写的莲字贴在胸口，说这是佛心护身，能挡子弹。很多人在战场上往往赤膊上阵，眼神发亮，一声不吭就冲进枪林弹雨。这种精神碾压式打法，在面对缺乏准备的地方守军时效果惊人，但时间一久，遇上清廷正规军，问题就暴露了。
清军虽然迟缓，但一旦动真格调来的可是久经训练的绿营与八旗精兵，他们拥有标准火枪马队、投石器，甚至还有少量洋炮。一场在汉中以南的冲岭之战，白莲军试图翻山包抄，结果清军早设埋伏，用鸭嘴炮封锁山口。一轮火力扫荡之后，白莲军死伤惨重，阵型溃散。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实战中意识到胜负挡不了子弹，信仰不敌火药。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调整。白莲教高层很快意识到，不能再让神性牵着战术走。他们开始尝试将信仰与现实结合，做出了几项重大改动。一、训练实战营，由教中识兵法者专门训练战术。二、提升武器制造，组织铁匠坊、火药坊、采矿制铳。三、重新规划军事区块，设立战场坛主，取代原有讲坛主，转由有经验者带兵。其中有一位叫张汉朝的基层教主，曾是前朝残兵出身。他提出阵内讲经，阵外杀敌，在部队里推行严格纪律。他对信徒说，信仰是心，兵器是手，若无手，何以传道？他的队伍被称为铁服队，是白莲军中最早形成战斗规范的部队。他们制定夜战守则、哨岗制度、粮草配给，一切仿照正规军模式，并主张少言多训，讲经只在战后进行。结果他们在一次防守战中顽强撑住7日，成了白莲军内部标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去神话，很多老信众仍坚持打仗靠联力，甚至指责张汉朝信心动摇，这在白莲军内部引起分裂。一派主张继续维持神军路线，以信仰鼓舞民众；另一派则希望转为更现实的农兵联合体，以长战谋持久。这种分歧在战场上表现为打法混乱，有的队伍赤膊上阵，有的则阵列严整，持铳射击。有人说他们像一锅混乱的汤，底下是滚烫信仰，上面飘着武装理性。信仰的另一个问题是情绪不稳。初期胜利时人人狂热，但只要遇到一次败退，整个营地就会陷入沮丧。有人不再念经，有人开始怀疑圣主是否真的存在，还有人干脆烧掉圣符，说神弃我。有一次，一支部队在夜间突围失败，士兵爬回山洞后集体沉默，一句话不说。有人开始哭，有人扯掉发髻说不配当兵。这种崩溃不是因为打仗难，而是因为他们的信仰系统没有为失败留出口。白莲教高层不得不进行信仰修复，他们开始在战后举行败中有福讲坛，解释失败是天考，是磨练修道，不是神力失效，而是因缘未到。他们重新解释死，说死在战场是化莲重生，并在阵亡者家中设护灵坛，宣称其英灵已回莲界。这些操作一方面稳住军心，一方面却也进一步暴露了一个问题：白莲教越来越像一台不停自我补漏洞的信仰机器，理想是升华，但底座是动摇的。另外，补给线成了巨大的隐患，白莲军不靠国库，全靠教众捐赠和战时缴获。粮草供应极度不稳定，兵员吃的是粗粒杂粮，有时候3日只得1顿，有人甚至靠野菜充饥。武器也是打一支造一支，损耗严重。而清军则拥有相对完整的补给系统，一旦围点打援，白莲军的缺口便暴露无遗。有一次在湖北，一座小县被清军围3日，白莲军因粮尽败退，途中甚至出现互争水带而引发的内讧。再说回战场表现，尽管面对重压，白莲军仍有不少胜绩，特别是在山地游击战中，他们极其灵活，擅长设伏、断路、绕袭，
打得清军一时摸不着头脑。有一支夜行队，专门在夜间行动，身穿深灰色布衣，脚踩无声草鞋，能在漆黑中翻山越岭，将整队悄然送至敌营后方，发动袭扰。但这种打法极度耗体力，无法持久，一旦连续作战3日，就疲惫至极，战斗力骤降。而神兵不死的传说也在接连伤亡中崩塌，许多士兵亲眼目睹战友被流弹穿胸、毒箭中腹，却没有神迹发生。一位老兵在撤退途中悄声说：“佛祖若在，怎会让我们饮血为食？”这种声音越来越多，最终逼得高层出面回应：佛祖不助懦夫，只助勇者。为了掩盖神力缺失，他们开始宣称灵力需血激发。这种理论既解释了失败，也鼓励了越战越狠，但其副作用是不断加剧了队伍内的偏执与疯狂。而清军逐步调整战术后，白联军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清廷吸取前期教训，派出熟悉山地战的土著军团苗兵湘军，并增设围剿线，不再追求正面冲突，而是切断补给，分割战线，制造恐慌。他们还大量利用间谍渗透，派出伪将者进入白联军内部获取情报。这种非战手段极具杀伤力，特别是当谣言开始传播，圣主已死，神符无效，很多信众开始动摇，纷纷脱离队伍。于是白联军内部开启了清心行动，他们设信仰审判，凡有疑心动摇者，需接受连试，即3日不语，断食诵经，期间不能有怨言。若通过视为信心坚定，若失败则需隐修，实则软禁。这种做法虽能稳定一时，却也耗尽人力信任。而对于一支已经疲乏的队伍来说，信任比武器更珍贵。这一阶段，白莲教仍然保持着信仰的外壳，但军队已经逐步向土兵化靠拢。许多原先的讲坛主被取代为战术长，部分高层尝试与盗匪结盟，与地方士绅合作，甚至出现了半商半战的部队，以劫粮换军费。这一切都预示着他们开始试图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找平衡。所以，当你看到那些头戴服帽、脚穿草鞋的神兵冲进战场时，请记得，他们也会摔倒、呕吐、疲惫，他们只是凡人。他们用信仰支撑自己上路，但走到哪一步，已经不是神迹说了算，而是现实来决定。当白莲教起义席卷西南，连破数十城时，清廷终于意识到，这不是一场偶发的交乱，而是一场有组织、有策略、有信仰驱动的全面叛乱。乾隆老皇帝气得直拍龙案，命福康安领大军平叛，同时启动史上罕见的多线围剿行动，动用的是西北、川陕、荆楚3路联军，甚至连边疆兵力都被临时抽调。这是清廷少有的真正动真格时刻，也是白莲教从高峰跌落的转折点。福康安是何许人？他是乾隆朝最信任的将领之一，既是能打仗的硬骨头，也是懂朝局的老油条。上任后，第一件事不是急着出兵，而是设法摸清敌形。他清楚白莲军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队，而是一种流动的信仰军团，所以不能用老办法强攻，而是要围、拖、耗。于是他提出断水源、破粮道、烧空壤、诱其乱的16字策略。核心思路就是一件事：不跟你硬碰，我要慢慢勒死你。首先是大规模情报调度，清廷组织地方知县团练乡绅，组成疫情巡查小组，在每个村庄设立密探点，专门搜集白莲教的活动痕迹。凡被发现藏有连符者，立刻抄家问罪；凡有集会痕迹者，即便是婚丧喜事，也得报官。这种全民盯人机制导致很多村庄陷入恐慌，
互相揭发，彼此猜忌，白莲教的乡土依赖被严重削弱，一时间讲道难以成行，联络中断，多地信徒陷入孤立。接着是三线围剿战术铺开，西北线由陕西提督统兵自陇南起压制汉中，东南线以湖北为出发点，循汉水而上，封堵逃路。正中线则由福康安亲率自川北推向巴山，目标是截断核心地带。三路大军分兵不打合围，而是设重兵布哨，在关键节点设火卡营，一旦发现白联军痕迹，立即火速合击。这种围剿加突袭组合拳极为奏效，短短数月内，多处白联军据点被拔。更致命的是，后勤封锁清军调集大批民夫开山铺路，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断敌粮路。他们对山区粮道逐一封堵，对可疑村庄全部强制迁移或焚毁，使白联军的地方支持链断裂。更狠的是，清廷下令，凡协助白联军藏匿者，连坐5户，超斩不赦。这种高压政策虽冷血，却极为有效，使原本默默支持白联军的部分乡绅开始动摇，甚至出现内通官军的情况。同时，清廷还施行剿抚并用，福康安明确表示，不是所有人都要杀，凡低阶信众只要主动交出联符，写悔过书，即可免罪归乡，还可以获得悔罪银。这种留口子的策略，很快又使一大批边缘信众脱离组织，有人甚至主动揭发上级，换取减罪机会。白莲教的信仰网络开始出现裂缝，原本整齐的信仰队列出现脱节。白莲军内部当然也不是坐以待毙，他们在多个战场上发起反突围，甚至试图集中兵力攻打1-2个州城，换取主力通道。但问题是，战线拉长后，补给严重不足，队伍混杂后，信仰不再统一。有的队伍仍高喊圣主无敌，而有的已经转向割据生存，开始在地方自立为王，自设关卡征粮。这种起义中的分裂，使得白联军再也无法如起初那样统一行动，而清廷正是看准了这一点，逐一击破。福康安还采用了挖心战术，他专挑那些曾为讲坛主的中层干部下手，派出说客，许以高官厚禄，劝其归顺。有些人经不住诱惑，转投成了辅军客卿公开在官府中讲脱教之理，甚至为清军设计对白联军的心理瓦解方案。一时间，信仰变成了笑谈，昔日的圣言变成骗术，教内气氛急剧变化，很多低阶信徒心生动摇，甚至私下销毁符纸，装作从未入教。而清廷还搞了一个更狠的操作，造伪教。他们秘密扶植一些山寨白莲教由官府安插的人员，假扮教主、讲坛主，主动出面收信徒。这批伪教在表面上维持原有讲道模式，实则是清军情报的信徒筛查机。信徒一旦表态加入，后台立刻登记造册，待时机成熟即全数抄拿。这种以教反教的手段，对白莲教组织打击极重，因为没人知道下一个你遇到的讲坛主是不是来钓鱼的。白联军开始尝试山地固守，把原有的游击策略转为地堡式防御。他们在山区设立多个藏兵洞、木栅阵，并将村民迁入统一管理，企图建立山中联国。这种打法一度有效，成功拖延了清军进攻节奏。但问题是，一旦被包围，里面物资极快耗尽，而且每一个藏身点一旦暴露，清军就会围死不攻，任其自乱，拖到内崩。果然，多个据点因为内部分裂、粮尽兵散而自行瓦解，没动干戈就土崩瓦解。清廷还大肆动员文人力量，
在地方广发御明书，痛骂白莲教为要挟蛊惑，宣称其乱祖宗礼法，迷妇孺童心，用道德打击信仰，试图让白莲教失去正当性。各地士绅响应，纷纷开坛讲学，劝导民众明理存忠，甚至有地方父母官亲自登台焚烧莲符，带动弃教运动。这些洗脑工程虽然表面看苍白无力，但却在长期心理战中悄悄发挥效用，使更多人不敢再公开承认自己是信徒。在这种层层围剿、封锁、诱降、渗透的组合拳下，白莲军节节败退，曾经号称连旗10万、神兵无数的盛况，如今只剩下残兵败将引入深山。而清军不再追求一次性歼灭，而是划片清剿，打一片扫一片，搞铁索围田，连鸡都飞不出。白莲教已从可镇中原的大军沦为四散游寇，靠山林生存，靠信徒救济勉强维持，甚至有小队退至滇黔边界，彻底退出战局。福康安将这一切汇报给朝廷，奏章中一句极为冷静：信者不怕死，然恶久易死。这不是嘲讽，而是现实。当信仰不能养活军队，当神迹不能挡住饥饿，当组织不再统一，白莲教终于露出了凡人的裂缝。清廷用的不仅是兵马，而是系统性镇压一个完整的国家机器，从上至下碾压一个民间组织。时间站在了帝国那边。可即便如此，白莲教并没有完全被灭，他们只是从起义的地面重新潜入信仰的地下。他们不再举旗，也不再讲坛，只留下符纸藏于柜底，圣号写于鞋底，静静等待另一个世道风起云涌的时刻。清廷围剿白莲教的战术成功，不在于兵力的绝对优势，而在于他准确打中了白莲教组织的软肋，内部信任。剿不尽的军队可以靠枪剿，封不住的信仰可以靠嘴剿，但最致命的是，当这场原本以同生共死起势的起义，内部出现了谁是叛徒的猜疑风暴。一旦有人倒戈，整个组织就像骨头断了一根，信念虽在，动作却再也不流畅了。这场拉锯战中，最先松动的不是士兵，而是讲坛主。他们是教内的中枢，是发动信徒的关键人物。他们有信仰，但也有家人。他们想拯救众生，也想保命。有些人被俘之后被严刑拷打，嘴巴死咬不松，但听到家中3代将斩，子女入军户时，眼神开始动摇。清廷正是精准利用这一点，设下倒戈机制。凡讲坛主招供者，赦其罪，另赏30两银与自由身；若能招来他人，再升为毁官，赐役不赐兵，安插于地方团练中。于是第一批倒连者出现了，他们带着口供名单信物投奔清军，在军营外跪3日，自请归降。其中不少人原本就是教中主干，一旦反戈，不但能绘制联军藏兵图，还能指出哪个村庄是核心据点，甚至连圣符绘制用纸的来源、火药原料的集采点都一清二楚。清军大喜，立刻将他们封为引路客、反教首义。表面看是利用，实则是将他们当成一种活宣传。你看，连他们自己都不信了，你还信什么？而这些倒戈者在教内造成的震荡无法用语言形容，他们曾是信徒心中的引联之人，如今却成了追兵先锋。有的地方信众被包围后惊呼：“你不是护法大人吗？”对方却冷冷回答：“我今为正法，一刀斩下，连解释都没有。”白莲教原本最引以为傲的忠诚体系开始崩塌。你不知道下一个晚上消失的人是不是明天带兵回来追杀你，你也不敢随意说一句牢骚，怕身边人早已归顺，只等你出错。教内开始流行信心试炼，
及内部彼此验证是否动摇。有队伍夜间集合时，要求每人重背圣言戒令，稍有结巴便拉出审问。也有讲坛主要求信众跪火盆前宣誓，不敢者立斩。这种极端的防叛机制，反而造成更多不安。一些原本还想坚持的人，在连续受疑后彻底心冷。更隐蔽的是那些没真正倒戈，却暗中提供线索的人。他们不穿官军衣，也不露身份，而是在村中悄悄传话，指哪儿藏了粮，哪儿藏了福，换来的是保全一家或一口锅、几亩田。这种浅叛型合作者，才是清军最大的情报来源。官府对此心知肚明，却绝不声张，而是继续散布接教有奖、归顺赎身的政令，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一点点让白莲教内部自我解构。还有一类叛徒最让人唏嘘，他们不是为了银两，而是为了活下去。有个叫李焕臣的老讲主，在白莲教中被尊为南坛龙首，一生讲经布道20年。后来家人被抓，自己被围困3日，终究在极度虚弱中投降。他并未换官衣，也未带兵杀旧部，而是在官营中日夜沉默，偶尔低声讲些旧经，讲到一半自己却哽咽停下。他的背叛不是因为不信，而是因为信得太久，太累了。信仰是他自己都担不起的负担。但清廷不会因他情绪复杂而手软，他们将他名字广泛散播，在各地教众中大声宣读李焕臣已归王化。哪怕他自己没参与任何屠杀，但他的名字就足够震慑人心。白莲教很多年老信众在听到此消息后，不再集会，甚至焚毁所有经书。为了进一步打击教内士气，清廷还设下诱信骗局，他们制造假的归降信，让已经失联的信徒以为上级早已投诚，纷纷自首。也有人收到讲坛主口信，让他们集合，结果一到地点就被伏兵擒获。这种精神诱敌的策略极其阴狠，却极为有效。越来越多信众开始疑神疑鬼，连真正的口令都不敢相信。白莲教的那套只认符令不认人的传递机制，在这种环境下变得非常危险，因为一张符已不知出自谁手。起义进行到第3年时，白莲教的高层已不再发布统一命令，而是各自为战。部分区域甚至明令不要再信上头，只信眼前。这种自保式割席，让白莲教从一个庞大的信仰体系变成了数十个割据化的微组织，彼此之间不联络，互不配合，各地自行为战。这正是清廷最想看到的结局：一盘散沙，无需硬打，自行崩溃。而在教内最后一波大肃清中，最悲剧的莫过于互斗。一些边缘地带的信众互相怀疑，有人主动检举可疑分子，结果反被反咬一口。有的村庄一夜之间爆发信徒互斗，双方互指对方是叛徒派。一个原本讲慈悲共生的组织，最后却因信不过自己人而走向内耗崩盘，成了最荒诞的一幕。白莲教在这场拉锯战中的失利，并不只在战场上，更在内心上。他们的士兵还能战，他们的信众还能活，但他们的精神堡垒已经破裂，不再彼此信任，不再信任上级，不再信任神谕，最后连信仰本身都开始质疑。而一场信仰驱动的战争，一旦丢掉了信这个核心，剩下的只是躲在山林里自保的流民和一地尘埃。从最初的共赴连界，到最后的只保我身，白莲教的精神之变是一场最真实的人性试炼。叛徒与诱饵不只是清廷设置的陷阱，更是信仰内心无法逃避的裂痕。而这种裂痕一旦张开，就再也合不上了。白莲教的神话并不是被清军打碎的，
而是自己塌的。它像一幢看起来巍峨的信仰高楼，外表贴满天命、神兵、莲主重生这些闪亮标签，但当它的基座、信徒的信心一块块被现实掏空时，整座楼就开始晃了。最终，它在一连串的失败、出卖、逃亡、崩溃中轰然倒塌，留下一地教旗、破符和数不清的幻灭眼神。白莲军在败退过程中最先崩的不是前线，而是讲道场。这些曾经人头攒动、香火不灭的场所，在清军推进到附近时迅速冷清，没人再敢集会，没人再敢念经。主持讲坛的人开始逃跑，留下的信众就像孩子被丢在半路，不知道接下来是躲、是跑，还是继续跪下祈祷。有些村庄甚至自己拆了讲坛，把圣像砸碎，怕被清军抓到异端证据。这不仅是自保，更是一种情绪释放。他们开始对神灵生气。一个信徒说：“若天有灵，怎会让我儿饿死？”这句话在白莲教的语境中本是禁忌，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出口。他们开始怀疑那些年听的弥勒将士苦尽甘来，是不是不过是一场用故事裹着的骗局？他们想起当初宣讲人说持符不死，可如今墓地里全是手持圣符的尸骨。他们想起讲坛上画的极乐莲界，可自己现在蜷缩在潮湿山洞里，连饭都吃不上。怀疑就像虫，一旦啃进心里，就无处不在。信仰崩塌了，不是轰然一声，而是悄无声息的一点点剥落。一位从湖北撤往川西的信徒，在山道边丢下他一路供奉的圣水瓶，说：“我不是不信神，我是信不起了。”这句话比所有清廷谕旨都锋利。白莲教的力量原本来源于共信，只要大家都信，就能维持那个神话世界。但一旦有人开始不信，这个世界就会漏风，就会崩塌。而这种信仰塌方最直接的后果是，再也拉不动人了。原本只要讲坛一照，村民就自动集合，听经、出粮、出力。但到后来，讲坛再开，人都不来了。就算来了，也低头不语，神色冷漠。有讲主站上坛前，试图在鼓舞大家，结果连第一句莲主有令都说不出口，因为底下没人看他，有的干脆扭头走开。那种场面像一个曾被万人追捧的歌手在空场上唱歌给自己听。一些信徒还在硬撑，他们重新画符、烧香、讲试炼说，试图给失败一个解释：我们是莲主的考验者，我们不能退。可这种话已经没人接茬。太多信众已经经历了太多神迹失效，有妇人怀抱圣书走入火场，试图召唤神火庇护，结果连逃都没逃出来；有老者将圣旗插在胸前冲锋，被流弹击倒；有小孩在病榻上日日诵经，却仍命丧意中。这些真实的死亡比任何神迹未至都打得信心破碎。而最令信徒心寒的是高层的不再回应。随着战争节节败退，白莲教的核心传令系统早已瘫痪，各地坛主不断发送圣信，等待总坛指令，但久无回音。他们开始怀疑是不是莲主早已死了。信徒要的不是哲理，是活路。而此刻，神明的沉默就是对信仰最大的否定。一些讲坛为了维持信念，搞起灵降仪式，他们会选一名儿童或神志不清者，让其在讲坛上说神言，内容多是莲主未走，正在等我，等大愿。但这种伪神将演多了，连自己人都觉得疲惫。一位老讲坛主在讲完一场后，悄悄对旁人说：“我讲不动了，我怕再讲就是害人。”他选择悄悄离开，没有带任何随行，只留下一纸遗言：圣火不灭，但我愿归灰。
还有一种情况更加残酷，部分信徒在信仰破灭后反向走向极端，他们不再信神，而是憎神。有人烧毁经书，撕碎圣符，在村中大骂：“我信他10年，换来一场空。”也有人将圣像倒立埋入土中，称其为假神下凡。这种极端反弹让白莲教内部自乱，而清军根本不需要出手，就能轻易夺下那些因信仰瓦解而自我放弃的村落。有一次，某地官兵尚未抵达当地，白莲据点便自行解散。一个老信徒在写悔过书时泪流满面，说：“我不是叛教，我是等不来神。”他曾是讲坛上的护法，讲过无数次圣主极致，如今却连信字都写得发抖。最令人心碎的是那些真正死忠的信徒，他们不肯投降，不肯逃跑，仍固守在一块山地里，每日焚香念经，等待神迹。但神迹没有来，清军来了，他们拒不投降，最终被火攻山寨，连同圣坛化为灰烬。后来清军在火堆中找出半块圣书残片，上面还写着“天火之下，连开不灭”。那一刻，你无法说他们愚蠢，也无法说他们高尚，他们只是太想相信了。白莲教的崩溃是一场信仰系统的自我折叠，它不是被一纸诏书镇压，也不是败于某一场战役，而是在一个又一个普通人心中悄悄熄灭了那一盏盏莲灯。而一旦灯灭，就算莲主再现，也再无人响应。白莲教的余火虽然在信仰层面逐渐熄灭，但在地理上，战争还远未结束。在川北、陕南、荆楚交界的崇山峻岭之间，还有零星的据点顽强坚持着。他们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拖延。他们深知这已不是革命，而是求活。这些据点没有名字，只有代号青莲谷、虎符寨、燃香岭、龙眼地。你在官府文书上几乎找不到他们的踪影，因为他们不是城市，不是镇村，而是山野里的隐藏聚落。有的藏于峡谷，有的藏在悬崖边的栈道，有的索性挖入山体深处，做成地下石室。他们用地形做墙，用密林做门，不再梦想反攻，只求撑过一天算一天。进入这些据点的信众，早已不是当初高呼圣主下凡的狂热者，他们是失家者、逃兵遗孤，是那些在战火中失去一切，只剩下跟着走这一个选项的人。有些人连圣符都不再带，只用一根红线绑在手腕，以示我还在教中。讲坛早就没了，变成土堆上的祭台，经书被烧毁，只靠老人记忆口述，护法变成了粮长，先锋成了叶岗，身份模糊，信仰模糊，但组织依然存在。这些堡垒最大的特征是静，没有喧嚣，没有鼓舞，没有号令，只有死一样的沉默。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不是在坚守未来，而是在替过去延长遗言。他们不再喊口号，但每天仍要在山谷中烧香一次。他们不再集体讲道，但每月仍会统一念经3次。他们不再编制兵法，但仍然有换岗令、按哨信、逃亡图。一切都像一个行将溃散的剧团，明知道观众早已离席，还是照规矩演完。而这照规矩的坚持，往往是用命在换。他们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长期被围困，导致粮草断绝，只能靠采集野菜、挖树根为生。有些地方用草根团熬汤喝下去，嘴里一股涩麻感，却是全村唯一能饱腹的东西。有时几天无粮，就用煮烂的树皮掺水喂小孩。有人喝完拉肚子，撑不过夜。在虎符寨，据说曾有半月无肉无米，10几人饿死，尸体掩埋在深坑，只用一块烂布盖身。
你说这不是战争，这是漠视。但即便如此，他们仍不肯归降，不是因为盲目，而是因为清军在围剿过程中留下了太多投降者死的案例。有些信徒走出山寨，被官军绑送府衙，结果悔教不实被斩；还有人刚自首，家中即被连坐清洗。于是他们学会了不信神死，信神也死，但躲在山里至少还能死得慢一点。就这样，他们用时间对抗围剿，靠不断移动据点，分批逃脱，隐匿身份，维持那一点点生存空间。这些据点之间有一套低频联络系统，每3天设一次风雨联络，即在山头点起烟信号，通过特定浓淡和方向表示有敌、缺粮或安全。他们还制造走哨木及特制木条，刻有符号，由信使在林中藏诵，用树洞、石缝甚至鸟巢藏匿，再由下一位接力。清军多次派兵围堵，却始终无法完全阻断这条隐形命脉。这就是他们最后的优势。他们不再追求统一指挥，而是分散生长，像野草一样拔不干净。而这些山中残军的防御手段也异常残酷。他们设陷坑、布藤索，制造滚石雷，把山石堆在高处，敌来时一绳拉下，百斤石头飞滚。还有土火阵，将火药藏于土中，敌人踏入即爆。他们用最原始的方法制造最大伤害，不为胜利，只为拖住敌人。但这些装置也常误伤自己，尤其雨季，山体滑落，常有据点被活埋，或者自己的雷炸死自己人。而精神维系仍是他们坚持下去的最后一根线。他们不再讲连主马上回来，而是改说我们是最后的怜悯。他们相信，哪怕神已远去，自己仍是剩下的种子。他们在石壁上刻下经文片段，在山洞顶端画上莲花简笔，在孩子出生时仍赐名弥、莲、主之字，在老者临终时仍在耳边念圣言。他们知道这些都不会改变结局，但他们也知道不做才是真的完了。当然也有放弃的，有些据点悄悄解散，成员各奔东西，有的改名换姓落户乡村，有的化整为零逃入边境，有的彻底与信仰决裂，甚至倒戈带兵归降。但这些人都不会再提起曾经的身份，即便后来过上安稳日子，他们也像失忆者一样，再也不说起那几年的任何事。这种沉默不是遗忘，而是无法承受。最晚被剿灭的一个据点是在黔北深山，清军花了整整4年才找到入口，进去时只剩12人，8老4童。他们已不再有武器，不再有旗帜，只在山洞深处用泥巴搭了一个莲坛。清军问：你们还信？其中一个老人答：不信了，但也走不了。清军在这些据点找到的不是军队，而是信仰的遗迹，一张张早已褪色的圣符，一个个已经磨平的莲印，一口早已空掉的香炉，还有墙角写着勿忘圣主的儿童涂鸦。这些遗物没有血，却比战场还要惨烈，因为它们是信仰死亡的证据。你看不到战斗，但每一块石头，每一道木栅，每一滴烛泪，都是他们最后的坚持。白莲教的最后堡垒，就这样在一处又一处山岭中被慢慢抹去。没有大爆炸，没有最后一战，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据点，被清军悄然收编或扫空，然后重新被地图恢复成无名之地。而这些据点灭亡的那一刻，世界并无不同，山林依旧静默，官道上车马照行，只有风带走最后一缕焚香的气息，那不是烟，是信仰燃尽后的最后温度。白莲教作为一场失败的起义，早已写入清史的逆案之中。但奇怪的是，
它从未真正消失过。在史官笔下，它是祸民邪教；在战报里，它是流寇叛党；可在某些民间说书人嘴里，它却成了有神护身的传说；在某些香火旺盛的土地庙里，它成了不可名言的旧事。嘉庆年间，白莲教主力已被绞尽残部，化整为零，逃入边地或悄然归隐，但随后的民间社会却开始弥漫出一种说不清的气氛。它不是公开的信仰重建，而是模糊的情绪流动。人们在清明上坟时多烧一张无字黄符，说是保魂。有的村妇每日烧香，不念佛不念经，只叨念我主在天。一些老者在村口晒太阳时，会对孩子说：“你奶爷当年是撑过莲火的。”他们不说白莲，但句句都与白莲有关。这种言说的缝隙，正是白莲教在民间复活的方式。它不再是组织，而是影子；不再是教义，而是语气。一种模糊的联性意识在乡村社会中潜伏下来，既不敌视朝廷，也不追求起义，只是在关键节点上重新出现。比如当年疫病横行，有人悄悄画符祈雨，所用的便是早期白莲秘传的莲风水诀。又如某年山洪，村人合力筑堤，带头者在堤顶插下一支莲花木签，据说定心。这些小小的举动并不会引起清廷注意，因为他们没有组织，没有集结，没有名义。可恰恰就是这种无组织的记忆，成了白莲教最坚韧的延续方式。哪怕只有一人记得曾经有人为信念死去，这场信仰就未完全湮灭。而更耐人寻味的是，许多地方在清洗结束几十年后，开始重新塑造反莲故事。比如在一些地方戏里出现了连腰惑众，被正气官兵擒下的桥段，观众明知剧情雷同，却依旧爱看。一些庙会的灯谜题中暗藏白莲二字，被答出的人会被笑称还想当神兵。这种看似嘲讽的民俗，其实是最强的证明，它还活在大家心里，只不过换了说法。时间进入道光咸丰年间，新的乱世开始浮现。天理教、八卦教、金丹教，这些名字接连出现在各地衙门口的缉匪榜上。他们所用的口号、图腾、组织结构、符令模式，都与当年的白莲教高度相似。不是继承者，但像极了后代。他们讲天命重启，圣主在临，有的用莲花符，有的戴八角帽。你很难说他们是不是白莲教重生，但他们的语言与逻辑几乎是直接从白莲尸骨上拔起的。而白莲教自己也在这种民间杂流中慢慢转化，它不再是一个中心明确的教团，而是演变成一个叛逆模板。凡是对现实极度不满却又缺乏组织经验的人群，都会自然地走上一条向白莲的路。先讲天意不容，再讲圣主托梦，然后召集几人画符、炼水、设坛烧香。最早期的秘密会党，晚清的义和拳，甚至抗战年代的一些民间自卫团体，都曾在内部讲过一句：“我们像白莲。”这就是影响，不是直传，却远比直传更深。更奇妙的是，白莲教在文学中也没被遗忘。清末小说如大破白莲妖教、莲宫血泪史将它妖魔化，讲美貌女教主勾魂夺命。而到了民国，有作家开始重新书写白莲军为民间起义者。再后来，一些地方志甚至偷偷将白莲起义者称为抗暴先贤。这种从妖到义的转化，不是为了真相，而是为了适应新的叙事需求。而在现代，一些历史研究者开始重估白莲教的角色。他们指出，白莲起义并非一场单纯的信仰叛乱，而是封建王朝与民间组织之间一场复杂博弈的爆发点。
它既是对高压统治的反击，也是对土地与资源争夺的具象化。更关键的是，它用一种信仰动员力，首次挑战了当时高度集权的国家体系。这个评价虽然姗姗来迟，却让当年那场烟火中的牺牲多了一点点解释的温度。可最动人的还是那些留存在普通人生活中的细节。有民俗学者发现，四川某些村庄的婚礼仪式中，仍然会有燃香拜西方的桥段，意指拜莲花。尽管大家都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祖上传下来的，也有的老人临终时会吩咐子孙记得烧那张红符，问起原因，他只笑说那个最灵。你若细问，就会听到一句淡淡的，我们家以前是教里的。这一切都不是宏大的历史，而是细小而执拗的记忆碎片。它们没有逻辑，没有系统，没有组织，却组成了一个极难抹除的东西，一种精神余晖。它既不求翻案，也不想重建，它只是在提醒这个国家，曾经有那么一群人，为了一个叫极乐的愿望，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而他们的脚印至今仍在泥土里。所以白莲教到底死了没有？从政权的角度，它死得不能再彻底；从组织结构看，它早已无影无踪。但从文化和记忆的角度，它从未真正死过。它只是换了一张脸，一种语气，一个姿态，继续活在那些不能说的故事里。就像夜里村头突然起风，有人合掌说是莲火动了，旁人会笑他迷信，但谁也不敢笑太大声，因为没人知道那火是不是真的还亮着。起义终结，信仰崩塌，据点清剿，历史洗白，到这最后一章，我们该问一个问题了：清廷真的赢了吗？白莲教这场看似失败的起义，最终到底改变了什么？当我们拨开历史上的烟尘，从制度、权力、社会、心理这三面去看，会发现一个格外刺眼的事实：白莲教败了，但清朝也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清朝了。清廷在剿灭白莲教的过程中，为了应对大规模的民间武装，不得不破例授权地方自建团练。这一开始只是临时应急，让士绅和地方有力者组织自卫，后来却变成不可逆的制度性安排。各地的团练逐渐发展出自己的军械、粮仓、人事系统，名义上受朝廷节制，实则相当于地方武装。这意味着原本一统的中央集权格局开始出现裂口。这种裂口后来被证明无法修补。到了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起事时，朝廷再也无力调动大一统军力，只能依靠曾国藩练湘军、李鸿章练淮军这种半私有化模式来平乱。白莲教是这一切的开端。可以说，清朝自己在剿灭白莲时种下了分权而终的种子。其次是官民之间的信任体系。在白莲教起义前，大多数百姓虽然贫穷苦难受压，但仍相信王法如天，朝廷能理。可当起义爆发后，无数百姓被误抓、误杀、误判，整个民间社会对谁是敌、谁是友变得极度模糊。很多无辜村庄因一人信教而被屠村，很多中立百姓因不通口令而被处斩。清廷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大量底层的心理支持，这也直接导致了后期各地再起波澜时，百姓不再相信官府能保护他们，他们更愿意自保、自武装、自组织。这种去中心化生存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民间政治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在清廷眼中就是乱根，必须连根拔除，但你越拔它越深。再说制度层面，为矫教而设的非常制度，原本应随乱平而撤，却多数被保留了下来，如团练制度、户籍监控、密探制度、跨省军调机制、教案、档案管理、
村口连按碑记制度等，特别是密探制度的扩张，最令人不寒而栗。地方知府为揪出潜在教徒，不惜设立右贡奖，人人可检举，检举属实者可得银10两，保人3代，免差役。这种政策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彻底瓦解。你以为这是暂时的？朝廷觉得好用，于是继续推行，哪怕焦乱已平，结果是整个社会陷入长期的互奸互猜模式。这对民风是一种极大破坏。往后的几十年，地方官民之间、百姓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永不消除的防范心态。白莲教的消亡用的是一种永久伤口式手段，杀敌1000，自损800。更大的影响是文化与心理层面的。从此之后，信仰这个词在官修文本中被严密管控，教被视为危险，结社被看作隐患，讲坛不再允许设立，经必须有国家许可才能传播。人们开始习惯于不言，恐惧于惧，逃避于信。你信错了，就可能一家子都被抓，于是整个社会进入一种无信状态。这是朝廷想要的稳定，却也是他失去活力的开始。而白莲教的起义还造成一个历史后果，它让统治者意识到思想的力量。过去他们以为民变靠的都是恶、苦、税重，但白莲教告诉他们，思想一旦动员群众，其威力远胜饥饿和赋役。这直接影响了清廷对意识形态的处理方式，从原本的默许地方小信仰，转为严防死堵所有民间思想体系。自此之后，无论是书会、戏社、念经，只要超出3人都要备案，名义是防教乱。这是一种思想防疫，但也让中国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再难出现大规模的民间动员力。白莲教给了他们警醒，也给了他们恐惧，而恐惧一旦成了治国逻辑，国家就永远活在不安中。回过头看，这场起义虽然失败，却打开了一个裂口。官不能再绝对信，民不再绝对服，信仰不能再随便讲，组织不能再随便建。想要改变的人学会了更隐秘的路径，而想要统治的人也开始更彻底的压制。而这种护藏心思的社会关系将一直延续到清末，甚至更远。所以白莲教到底赢没赢？从战争角度当然输了，他没能推翻王朝，却改变了王朝的运行逻辑；他没能重建信仰，却打碎了旧有的信仰体系；他没能留住组织，却让一种心中的反叛在底层百姓中持续流动。这是一种潜在的能量，表面平静，底下涌动。直到几十年后，太平天国兴起，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再次燃起民间信仰革命的火焰。人们回头才发现，这条路白莲教走过，这套逻辑白莲教用过，这群人正是白莲教曾想动员的人。所以真正的终结从未发生，只有轮回。这不是白莲的胜利，而是历史的悄然转向。现在故事已经讲完了，你还醒着吗？如果你听到这里，恭喜你，穿越了一场200年前的风暴。窗外或许已经没了声音，夜色像一层温柔的墨，把世界都安静包裹了起来。此刻，那些山林中的身影，山洞里的符纸，风中点燃的莲火，也都渐渐归于沉寂，就像梦里那道遥远的微光，虽远却始终在。你不需要记住每一场战役，每一个名字，只要记得，在过去某个漫长黑夜中，也曾有人相信希望，相信神明，相信凭借一束信念就能改变命运。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一切安稳，也许正是他们颠沛流离、反复试错的结果。他们或许失败了，但他们留下了问题，也留下了思考。愿你今晚梦里也能有一盏灯火，好梦。